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看透女人的福气，从她洗碗到吃饭一目了然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看过一句话，女人最终的幸福不会是轰轰烈烈的漫天烟花，而是隐如平凡岁月里的烟火气。的确如此，激情褪去，回归平淡，属于自己的小幸福终究都会隐藏在一年四季之中，不会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及，而是触手可及，一眼就能看到的生活细节。所以一个女人的幸福绝对不仅仅只是一句承诺，或者是一次期许，而是在现实中能够实实在在感悟到点点滴滴。有时候往往不被我们重视的生活琐事，恰恰背后却透露着最重要的生活哲学。我们要认清楚一点，女人的福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，或者是一生不变，它往往跟自己日常的习惯、被关心的程度等等息息相关，如此才构成了她这一生最终该何去何从。其实一个女人会不会有福气，从这两件小事就能看出来。一、洗碗。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可是谁也不是天生就应该承担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女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尊重。在生活中，洗碗是一件小事，若要知道一个女人在家里过得是否幸福，是否被呵护，从洗碗就可以看出来。一、包揽家里洗碗的女人活得很操劳。家里的活都是无数细碎的小事构成的，如若女人事事都要操心，什么都得收拾，会活得很劳累。表姐要离婚，起因竟然是因为洗碗。表姐是一位全职主妇，她没有工作，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一大家子人。她每天忙于洗洗涮涮，整理家务，特别辛苦，尤其是孩子不舒服时，她需要白天黑夜全天候照顾，无法休息。然而丈夫和公婆却认为她没有上班，在家做所有的家务是理所应当的。有一天，表姐做好了晚饭，等待丈夫下班的时候不慎睡着了。然而丈夫和公婆却没有顾及她的需求，没有留下一点食物给她。丈夫甚至面无表情地把她叫醒，要求她去清理餐桌和洗碗筷。面对这种委屈，表姐感到非常沮丧，她愤怒地抱着孩子回到了娘家，决定不再与这个从未体谅关心过她的男人过下去。如若一个女人包揽了家里洗碗的工作，从没有人分担，便说明她的付出不曾被感恩，家里的人已经将她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，每天都做着琐碎的家务活，却没人看到她的付出，从不被认可。这样的女人内心充满了悲伤和苦楚。二、有福气的女人，子女孝顺，抢着洗碗。小舍得中的蔡菊英，为了和子女们聚餐，一个人费尽心思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孩子们的心情，期待能够和谐友好的相处。然而唯独田雨岚挽起袖子，主动帮助母亲分担了一些家务。田雨岚一边忙碌一边不禁埋怨道，她觉得母亲不应该如此自愿地为这一大家子的人服务。她心疼母亲的付出，儿女孝顺，会看到父母的需求，也会经常回家看看，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隔三差五去帮忙打扫一下卫生，去做一些父母不方便干的事情，就算帮不了大忙，洗洗筷子，刷刷碗，陪他们说说话，也会带给父母很多快乐和幸福。有的子女回到家神要家务活也不做，母亲反倒活得更累了，要给孩子做饭、洗衣服，还要洗碗，收拾家里，每天忙得腰都伸不直。子女成年，心地善良，孝顺懂事，会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，作为母亲心里会暖暖的。
真正孝顺的子女心疼母亲，回到家就会主动接过母亲手里的活，用实际行动去减轻母亲的负担。3. 男人越疼爱的女人越会主动洗碗。亲爱的，热爱的中的童年与韩商言相处。童年去韩商言家里做客，包饺子、做饭、刷碗都是韩商言来做，这一切都让童年感到惊讶和感动。童年也陪着韩商言的爷爷聊天，一起看电视。韩商言的爷爷也坚信家务活应该由男人来做，女人则应该被宠爱和呵护。韩商言的继母也对韩商言讲，如果确定要和童年结婚，就要给予他毫无保留的爱。在韩商言和他的家人如此宠爱和关心他的情况下，童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了韩商言。他愿意主动付出，为他创造更多的幸福和美好。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，从洗碗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。男人越爱你，在吃饭后他会帮忙收拾碗筷，洗刷碗筷，让女人得到短暂的休息。倪一宁在《自我理由在披甲上阵》中写道，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从来都不是爱，而是偏爱。当男人主动去做家里的这些事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放妻子的双手，不管日子穷富，女人的心里都能有满满的幸福感。爱你的人会抢着去做琐碎的事情，承担更多的责任，希望你能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和温暖。2. 吃饭，人活一辈子，日夜更替，细数流年，也不过是平平淡淡的3餐4季。吃饭是生活中再为平常不过的一件事。有的女人面对偌大的房子，一桌子的饭菜，却吃得五味杂陈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有的女人生活很苦，一张小饭桌，一碗咸菜，一碟小菜，与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也能吃出幸福的味道。一个女人过得是否幸福，通过吃饭这件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有福气的女人，有人愿意为她做饭，有人愿意陪她吃饭，平淡的生活里充满了关心与爱。1. 吃饭很快的女人，忙忙碌碌过了半生。从吃饭的速度能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是匆忙还是悠闲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见到一种现象，有的女人在吃饭时3两口便吃掉半碗饭，匆匆忙忙放下筷子，并又开始做新的事情。曾经有一项数据指出，一个人吃饭的速度越快，往往与他的内心压力有关。一个人吃饭的速度越快，往往他内心的压力越大，心里装的事越多。尤其是女人成为了母亲之后，总有太多的事缠绕着她。有时在吃饭时才端起饭碗，孩子就哭了；有时还来不及吃饭，孩子就要睡了。有了孩子以后，女人便很难好好吃过一顿饭。渐渐的，许多女人都因此而养成了吃饭很快的习惯。吃饭很快的女人，手头总是有做不完的事，焦虑和压力迫使她急匆匆地咽下口中的饭菜，试图挤出时间去忙别的事情。真正有福气的女人从内心意识到，吃饭绝对不是一件小事，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好自己，绝对不能在吃饭的问题上含糊不清，或者是凑合将就，这是因小失大的错误开始。见过一位50多岁的女人，年轻时敢闯敢拼，但是一直在吃饭上从来不在乎，忙碌时经常忘记吃饭，想起来就吃一口，而且还喜欢高盐高油的食物。身边的人不止一个人劝她要重视吃饭问题，但是她从来不在乎，而且还说自己身体好没关系。可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慢慢让她的胃受不了，有了胃病之后也离不开药了，有时候胃疼痛起来还会让她痛不欲生。她说如今年纪越来越大，曾经的坏习惯导致自己的身体频频出现问题，不得已自己成了医院的常客。现在虽然比往昔越来越有钱，
但是自己根本无法感知这一切带来的快乐，反而因为吃饭导致的坏习惯让自己越过越差。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会在吃饭这件事上好好善待自己，细嚼慢咽，好好品味饭菜的滋味，体验到生活中更多的乐趣以及幸福感。2. 有福气的女人，有人为她暖胃。谈及吃饭，那么一定会需要有人做饭。在每个家庭中，做饭是日常生活中最为琐碎也最为常见的一件事。真正幸福的女人，在做饭时有人帮忙，亦或者有人愿意为她在厨房忙碌着，为她做她爱吃的菜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，男人在精神上越成熟，就越赏识女人的美，崇拜她的美。杨绛陪钱钟书到英国读书的时候，他对一个陌生的环境非常的不适应。钱钟书一大早便钻进了厨房，他煮了鸡蛋，烤了面包，并且将牛奶热好，还准备了一壶红茶。在这之后，他才温柔地将杨绛叫醒，让他一醒来便可以吃到早餐。杨绛先生曾经说过，这是我吃过最幸福的早饭。女人自己做饭给自己吃，那是为了生存需求。但是如果在生活中有一个男人愿意为了她而下厨房，愿意做她爱吃的菜，那么她一定会吃出幸福与甜蜜的味道。越有福气的女人，越有人愿意为她暖胃，越有人愿意陪她一起吃饭。3. 从吃饭的氛围能看出生活的温度。生活离不开烟火气，人活于一世，每天都必须吃饭。一个人过得是否有福气，从吃饭就能看出来。叔本华曾说，结婚就意味着平分个人权益，承担双份义务。有福气的女人往往生活在有爱、有趣并且有温暖的家庭中。在吃饭时，孩子丈夫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，丈夫愿意将好吃的菜夹到女人的碗里，而女人总是会忍不住给孩子加一块青菜。真正过得幸福的女人，在吃饭的过程中总是能体会到家人的关心，丈夫的爱意及一家人坐在一起的幸福感。而不幸福的女人，常常一个人面对着餐桌，满心的孤寂以及寂寞感，偶尔花尽心思为男人做一桌菜，可是两个人却早已离了心，各自吃饭时保持着冷漠，谁也不说话，没有半点交流。饭桌上是能将一个家庭的温度呈现出来，和家人吃饭也能将女人的幸福感呈现出来。生活中越有福气的女人，总是在平常的吃饭中就感受到快乐和幸福。女人有没有福气是可以看出来的。洗碗、吃饭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却能看到一个女人在家里的地位。有人心疼，有人陪伴的女人一定很有福气。更要明白，女人的福气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靠自己去修炼和经营的。只有用心去对待生活，用爱去感染他人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福气的女人。世间的所有事都并非是非黑即白，有时候同样的问题，或许换个角度去看待，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感悟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并不是一定要十全十美，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才对。太过于追求完美，只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辛苦和心累。有些缺点会让一个人更好地活着。有以下缺点的女人，不仅命好，福气也很旺。1. 懒一点，不让自己过度操劳。小舍得中的田雨岚和严鹏两个人过日子，田雨岚无数次埋怨严鹏像个小孩子，在父母面前，他没有办法成为妻子的支柱，在孩子面前，他无法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，甚至在婚姻里，他停止了成长。田雨岚很想通过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，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前程。可是她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导致她无法专心工作。每当她下班回到家里，
在一旁玩游戏的严鹏就像看到了救星，一直喊饿，说会做饭的终于回来了。为什么他会这么忙？其实就是因为他太贤惠了。人生一辈子很长，不要太过于着急赶路，不要活得太焦虑，学着懒一点。懒一点的女人懂得心疼自己，懂得呵护自己的身体，不会让自己过度操劳。身体是自己的，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，于健康无益，于自己的未来更无益。累了就让自己好好休息，坚持不下去了就停下脚步，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间，这样才会有更好的状态，去走接下来的路，去面对前方的风浪。懒一点的女人，并不是逃避自身的责任，而是不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，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前提下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。只有拥有足够的本钱，才有底气去向生活抗争。人生路漫漫，未来还会有着无数的考验和难关，要让自己得到合理的休息，保持健康的体魄，才有机会享受生命中的美好。2. 薄凉一点，懂得拒绝，不内耗。生活中有的女人活得太累太苦，就是因为不懂得拒绝，总是为别人考虑，让自己背负了太多的压力，太过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，久而久之愈加辛苦。凉薄一点的女人懂得拒绝，不管别人如何议论，她都能够泰然自若。曾经的老师在别人的印象中似乎不近人情，在人际交往中也不太受欢迎。别人求他办事，他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也丝毫不在意别人在背后如何评价他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没有出现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得到了很多的荣誉。而生活中的他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追求，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合群而显得孤单落寞。懂得拒绝的女人，不会过分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大方，会更关注自己的生活与状态，不内耗，不焦虑，将人际交往看得很淡漠，活得清醒而独立，反而给自己积攒了更多的福气。3. 自私点，懂得为自己考虑。懂得为自己考虑的女人，日子会越过越好，人生中的福气也会越聚越多。毕淑敏说，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，走那么远的路，只是为了成为自己。与人相处，自私一点，不过分大方，不许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，生活会更安稳，更踏实。很多人都认为都挺好中的大嫂无非过于自私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没有考虑丈夫的孝心。然而一彩却认为无非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她支持丈夫尽孝，支持丈夫给公公买房子，也支持公公想找个老伴的想法。她反对的只是丈夫打肿脸充胖子，在自己生活尚不稳定的状态下，给公公许诺一个又一个超出自己能力的事。她作为妻子，作为母亲，自然要考虑小家庭的发展，考虑女儿的生活质量和受教育的条件。在她的悉心疏导和沟通之下，丈夫才渐渐转变了愚孝的思想，主动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。自私一点的女人懂得为自己考虑，不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全部，能够坚守自己对生活的要求，保持与人结交的界限，轻易不会破坏自己的原则。4. 狠心一点，没人能让你委屈。小说《白棉花》里的方碧玉爱上李志高，是她青葱年少的一次尝试。她虽然被周围人指指点点，但真正取悦了自己，所以她不后悔。只可惜她和很多女人一样，都爱上了错的人。两人的事情被曝光后，方碧玉勇敢地承认了一切，并决定和李志高双宿双飞。可李志高却在周围人的压迫中败下阵来，他根本没想过对方碧玉负责。事情闹大之后，只想全身而退。方碧玉这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拼尽全力去爱的男人，
竟然这么不堪。如果你被深爱的人辜负，转眼间所有的希望都落空，你会怎么办？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恨，会无数次在心里大骂对方是渣男，还有人会因此羞愧难当，再也不相信爱情。但清醒如方碧玉却从来没有这样做，他深知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错，而是对方辜负了自己，所以他并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假装去世，以另一个身份重生。当然，就算他已经打算离开，也不会放过那些伤害自己的人。他反击了那些曾经羞辱过他的人，让他们再无立足之地。这样的做法远比直接哭着去捶打他们几下更解气。最终，方碧玉以另一个身份，在他乡重新灿烂地活起来。多年之后，伤害过他的人早已坠入泥潭，活得浑浑噩噩，而他容光焕发，惊艳一众人。这场仗他赢了，赢得彻彻底底。方碧玉是莫言作品中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个角色，因为她不像偶像剧女主角，总是装出一副天真的模样，而是敢爱敢恨。更让人敬佩的是，她永远活得清醒，不会因为爱上一个错的人而折磨自己，也不会放过那些曾经伤害自己的人。她永远都在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左右她的人生。这样的女人很强大。现实中，很多人都曾邂逅过不值得的人，遇到过不理解自己的人，但你要明白，不是所有的不理解和辜负都是因你而起。很多时候你没错，是别人不懂得珍惜你而已。此时你要做的不是伤害自己，而是及时抽身，彻底远离那些让你痛苦的人。只有快刀斩乱麻，才能不被感情牵绊，从而开启全新的人生。对那些不值得的人狠一点吧，没有人值得你委屈。5. 腿短一点，不慌不忙。民间有句谚语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一个女人一辈子都慌慌忙忙，说明她没有福气，一直奔波在求生的路上。那些有福气的女人都在过从容的日子。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女人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和朋友走散了，隔一会她要去乘飞机，但是她忽然发现身上没有1分钱，手机也落在朋友的车上了。她反反复复安慰自己，不要着急，肯定会遇到好心的人，愿意借钱给自己，慢慢逛一会，不要错过了街上的风景。后来朋友在街头出现，一切困难都解决了。急什么？事已至此，你急也没有用，不如从容过日子，冷静一些，总有办法处理好一切的。很多东西已经变成定局了，还胡乱折腾，反而会弄丢它。不如守护好，慢慢享受。比如50岁之前赚了一笔钱，以后就规划好花钱的事情，而不是盲目去投资。如果亏损了，生活就会陷入慌乱，想要东山再起，难上加难。6. 败家一点，懂得如何把钱花得有价值。有人认为，女人败家才会导致家庭破碎，然而他们却忽略了，当一个人败家时，往往也意味着他懂花钱，会花钱。香港名媛张小慧从小生活在金钱堆里，花钱如流水，但同样积累起了眼界。当父亲和丈夫先后破产，万贯家财一扫而空，不得不沦落谷底时，她却靠当买手杀出了另一条血路。在杂志上投稿，在香港开买手店，趁直播东风带货，张小慧的每一步都踩在了风口上，而这一切都逃不开早年败家的经验。这年头，只要肯放下身段，总能赚到钱。但如何用赚到的钱实现进一步的财富跃迁，却不是仅仅用赚钱思维就能做到的。正如张小慧破产后能东山再起，靠的是花钱时对时尚潮流的敏锐感触，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的花钱意识，才能让每一分财富都产生属于自己的价值。
很喜欢一句话，生活本是痛苦，是思想和哲理使其升华。所以幸福源于一颗幸福的心，并不是开着豪车到处去看风景，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就是幸福。真正的幸福要从内心深处去寻找，要从智慧中去挖掘，要明白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好命还是苦命，就看自己怎么活。女人要多为自己考虑，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，多呵护自己一些，这样才会收获更多的福气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